应该这个盾山啊，包括鲁班大师还是不能放。第5局了，剩下的体系就不给了。京东应该还是大司命加上鲁班大师。没错 ，AG 的话，盾山加狄仁杰，哎，换了一个，他之前是用元辅逼翻的，因为你的敖影用掉了，对吧？狄仁杰反甲这边跑射手，你可能再拿的话，就是你想逼你放个鲁班大师，你看你敢不敢拿虞姬这种出来打？有没有什么值得一抢的英雄？没人能在喵的暴躁节奏里沈梦溪战胜本猫。京东是有火舞在的，有火舞有嫦娥。这一抢沈梦溪的话，也是因为京东把张飞和邵素媛这2个英雄用掉了。想听天籁之歌吗？什么意思？杨戬？可惜外祖母杨戬用过了，没有杨戬，对，应该是朵莉亚夏侯惇。夏侯，朵莉亚夏侯加嬴政，有可能是打这套组合。打压制。京东是一个喜欢用嬴政的队伍，之前青龙在的时候会一直给他选。你走过最长的路。太司空震高胜率英雄，这也是知道京东这把应该是要出关羽了。对，看到你已经补了一个夏侯惇顶正面，那来个侧后切 C 的一个就是关羽。没错，司空震对线打关羽还不错。武将的这个司空震5战5胜，看看光明要不要来首老夫子啊？还是来首关羽？AG 应该要开始搬中路，搬火舞，搬嫦娥，搬嬴政，把这3个全搬了。京东的话应该是搬打野，袁坦肯定是要搬的，袁坦打关羽可以盯一下的，然后也可以跟夏侯在前期顶正面。是的，剩下的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要为了关羽去搬的英雄，因为 AG 基本上都用了。火舞搬断。如果说要针对一下中艺的英雄池的话，还可以考虑搬个猪八戒。猪八戒和云鹰这2手英雄，有霸体的，然后有控制的。哇，连马超都防啊！防了一手打野马超。对，你要出点冷门的了。嫦娥还剩个嬴政，看 A 级搬不搬？但京东最后一手赵如还是选择搬野泽，外面放了个前排打野。我估计京东是觉得自己朵莉亚加夏侯这种双大夏侯，你剩下几个前排打野，全都要比我弱一些，都不一定顶得住。对。哎，不行了，也干不过。我脑子里蹦出一个62嘛，对，打不了62，也干打不了这个双大夏侯。对，也吃力。这把就是一个猪八戒或者云鹰了，看他们是想要在打野位上拿个纯前排，还是说战士型来点伤害的。对。京东没拿嬴政，选小乔，选小乔的话就是跟夏侯这里打对抗，跟他们一起打进攻的，凶一点。是的。给我一个目标，守约一片寂静，自己玩的。云 poke 阵容，守约云鹰加沈梦溪3 poke。打这种 poke 体系的话，京东的下路感觉可以来手后羿啊，就强开呗。对，补一手强开，然后跟他朵莉亚这里也能配合刷大招。来笑，你最近的出场频率很高吗？来笑可能会有点难受，因为他本质上打守约打沈梦溪挺难的，尤其在中期的时候。一般这种英雄都是到这儿，教练就问了，你觉得哪个好用？双方阵容确定。
这把是来到了 AG 的相对高胜率英雄的司空震这边。然后京东的话拿到了现在在比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，就是关羽。但是这个英雄的话，确实现在在整个北京京东的胜率不高。这把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啊，效果怎么样？中艺的这首云音，其实也让人印象挺深刻。他当时刚刚回到赛场，重新回到赛场上的时候，当时那一场比赛上来就是一把云音，让人印象非常深刻。那这把的话，面对到的是一个双大的夏侯，其实也是有压力的。双大夏侯要等云音暗影战斧，然后沈梦溪做梦魇，那个时候可以试着打一波。在夏侯他想卡被动、卡半血的时候，还想上来凶，那就可以让太乙闪炸他，然后给一波，直接给他秒了，摁死是吧？对。但在针对夏侯的核心装没做出来之前，都是夏侯横着走的。对，主要这把看京东前期给的压力够不够了。就是前面这追分的这2局又能看到前面说的那个点了。就10分钟前，如果京东能够在舒舒服服的拿到自己的一些想要的局面的时候，AG 压力就会有点大。是。双方的第5局比赛是决胜局，蓝色方成都音商会，红色方北京京东，比分2比2。全军出击！哎呦，无双这一波时间浪费的就有点多了。想溜野区偷一波，他想偷个 buff， 看中艺是怎么开。如果中艺是中路开的话，这波夏侯就有机会；或者是中艺3号开，他也有机会。但发育路这边跟他小韩状态掉的很多，应该是被守约狙到了，而且我这边治疗都交了，我非常准。制造护长歌。但人多，京东这边还是能把中立资源抢下来。穿云枪，送云枪，想裸一个大红刀，先刷。不行，关羽给自己卡个线，但司空震沈梦溪给波压力，直接把兵线送塔下了。硬气有天乎。穿云枪。这局京东的中野辅在前面肯定能压着 AG 中野辅打的，但是双边会比较惨，因为双边莱西奥和关羽对位守约和司空震都不好打，都不好打，全都要被压着。尤其是如果守约很准的情况下，就把这个莱西奥对的已经要回家的那种，就会逼的京东派个游走过去帮他，一直得帮他。对，无畏这里得住在发育路。但是如果说无畏他住到发育路去的话，京东的中野辅就只剩2个跟 AG 的3个人对抗，那个压制力就不好打出来，视野什么的都得让出来，线圈也得让出来。但截止到目前为止看起来，小麦是蛮准的。炸一下，前上来被拍到，小招吹起来打了一套，就是血量压低，炫这边也要后撤。一波碰撞夏侯就掉了层皮。哦，大招逼出来了，闪现跟过来，这下没能够留住关羽。河道位置我也到了，但这个英雄的话就没什么支援成功率可谈了，他没这个能力。过来骚扰一下，打拉扯。求生。幻影。大招顶掉，回头一个反斩，处理的很好。落下来的一瞬间，渲染这个位置有点尴尬呀。不是，这为啥呀？这落下来，他是没大招的。对呀，前面在上路的对抗过程当中，才当着京东面交了一波大。那这波落下来，中艺都清完线走了，没有人可以接他。就落下来就是落京东嘴里了。
这波挺伤的。我看一下，来看一下，这里先是浩浩开大，想要去吹云鹰，然后中艺直接用大招规避，走了好一会儿了。这个下来是直接落无双脸上了，没道理。 First blood. Defeated. 这个是一个纯粹的掉点了。对的。然后京东趁着这个时间里面把龙也拿了，女人呢？若好，往上反锁。想锁守约没锁到，是的，下路下来了，云鹰传过来了，京东三人组准备走了，有个惩击可以走的过程当中反个山豪，没舍得交惩击，省着了。山豪被长生拿掉了。对，12-7，还是看好 AG 的阵容的会更多一些。这个线是不好断的，放出来带守约一起吃。看什么戏想抢红，抢到了，给个大2撞了一下。是的，斩杀线是高一些。长生还是挺活跃的。长生是一个在野怪对抗上面特别多的中路，他有很多的经济来源都是在野怪上面。他现在经济就是比较高的。小乔这边多个助攻都没他高。穿云枪。下湖位置很深啊，但这里其实朵利亚是不在的，是他只能交大走。是的，然后被云鹰拉到，跟过来，关羽拆一下火，但是4人的围殴，这又是有点，这波的话，京东打了个全图，就是朵利亚在护着莱西奥给下路施加压力，要去推下他，但是夏侯惇吧，他进了蓝区，这是明白是没有人的，关羽这里也跑不掉了，突如其来。礼尚往来的，你说下路如果是准备打推进，那这个夏侯你最多在墙的另一侧看一下，别摸进去，摸进去你得交技能出来，有时候出来你都不一定走得掉。就像刚才直接被围剿了，因为你只有一个的。是，哎，这波出来红 buff 保住了，锁下去，锁下去，要留人来了，4攻这是没大的，虽然走不了了。你一波我一波，这把的第2次掉点，已经是他，就是武将掉点次数是有点多的。武将这也是他的第25次掉点，他掉点次数排在第3，这把掉的有点多了，对这个4攻阵的发育很不友好。那前面那波无双那个其实也没有道理，但这个是挺无双式的一个掉点。他有时候会在场上，他就是场上90%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打的都挺好，但他会有那么有时候一瞬间就是有点走神，也不知道怎么样，之后就会有这么一下。关羽蹲到守约，这下锁上来，踩一脚，拍起来，手里有个复活。关羽这一刀没劈中，再往前跟上，再来一下就不放，然后顶掉了小麦的百里守约，自己侧面拉一下，无双这个位置还挺硬的，大招锁出来，能够走掉。这波是光明，他提前找了个很好的位置，蹲在那蹲到守约的，小麦没有想到。局面不停的在反转，蓝区，这波蓝区夏侯和朵利亚一起了，是没什么太大压力的。这边的小乔刚刚掏出自己的帽子，但这个位置口子被压得太死了，过不去，只能反小野了。这样的话，射手又落后了差不多1000块啊。好，对抗路这边倒是持平，但这个局势 AG 已经非常烈了，是又有点不对劲。龙也被无双稳稳的惩下来，关羽其实卡了一个很深的位置。刚才如果 AG 选择下去打的话，这个位置直接能包的。
远古生物 AG 准备换吧，到时候京东肯定是占河道，然后开暗影暴君。AG 想对抗他对抗不了了，他下塔没了，中塔也没了，到时候关羽的空间很大。啊，这里就这个位置没想到啊，没想到关羽什么时候溜过来的？是的。到这儿，守约已经算很灵活了，然后走位还扭了一刀再飞，但是躲不掉，就是躲不掉。回头，这里能留住吗 ？AG 等关羽这大圈看看包的怎么样。无双还想包一下，想从侧再等面关羽，这个位置太深了吧？关羽感觉也有点费劲。绕过来了。沈梦溪在盯他，我从高地的位置反推吗？侧面过来推到了百里守约，再顶一下送到脸上，渲染这个位置也掉，这一波位置绕的非常之漂亮。其实这种我觉得这种掉经济制的方式啊，对于 AG 的这种习惯性的打法是挺有破坏性的。他们喜欢前期稳住，减少一点对抗，靠自己的这种经济运作来把经济提上来。那你就要减少这种非受迫性的这种掉点跟掉经济，不然你前面刷那些经济真的经不住这么掉的。很容易一波团战就被人家把经济全部拉回来，而且前面才说完，场上现在是京东局势上面优势很大，就给机会了。就他们一般是就是发育到自己的强势期，找一波资源团去打，但是前面这种掉点的话，一下子给的经济太多了，就导致你刷的优势没那么大。小乔一扇子抢个红 buff， 反正红给不到小麦。这龙只能尝试一下，但也不能真的下去抢。哦哟，真的就下去拼了啊！拿命抢龙！不是，我真以为他应该不会去抢这个龙了，因为这个龙是那种不管抢不抢得到，自己肯定要没了的那种情况。就他下去之前就是抱着我这波必死，但试看能不能抢到龙的这种心态去的。哎，小麦一顶。救赎，再拿命保，但是实在不好保，这个关羽太肥了呀！再卡这位置过去一顶，炫一下带走。1打2，杀了守约2条命。哎，等一下，长生在止损，哎，这波单吃掉了关羽。虽然关羽血量不是满的，但对沈梦溪来讲确实也挺难的。对。沈梦溪这里也抓了个很好的机会，没有让关羽全身而退。你否则等关羽在草里面回点状态之后，京东趁着这个时候守约没火打波推进的话，就很容易把上路的高地也拔了。但这样的话，小麦活了，光明还有10秒的话，这波会好守很多。是的，还挺关键的。哎呦，这一下，看，渲染，卡侧面。大招落下来，奔着后排去，被断了一下，没能够摸进去。无畏再过来卡一手，就是不让渲染摸小韩，死死的保着自己的射手不放。里面的无双再往前撵，但大招没能够甩到渲染的脸上，的这一枪打到了浩浩，没打死，跟过去补一下，小麦还是被打掉了，3炮就没了。是的，但是 AG 虽然绕了波后，但是摸不到小韩。这时候小麦倒了，光明来到了正面，怎么办呢？另一边的浩浩也回好状态，正在往过赶，马上面对的是一波满状态进攻的北京京东。大招动作往回劈2个，但顺手的云给了个大招，但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，还是被打掉了。再拍手上来，长生血量被压低，再回顶。光明的关羽终于拿到属于自己的胜利，让我们恭喜北京京东拿下了关键的1分。一场非常提士气的比赛，看他们笑得也非常开心，就是他们也在磨合属于自己的阵容嘛。浩浩的登场，其实在场上跟队伍的整个磨合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，但是 AG 就有很多需要去思考的点，特别是这一局。来吧，听一下评论区的看法。